一路军在徐向前元帅统帅下，最后全军覆没在河西走廊。但是主要是因为党内斗争导致的，就是各方不希望一支强大的四方面军来到陕北。这个在元帅里呢，一方面军出身的占了8个人，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和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各占了1个名额，所以等于是这一方面军这个山头有点过大，就是一下占了8席。所以苏玉作为我军第一战将，就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认为最终没评上元帅。想来想去，我决定从这儿入手来讲一下，就从我们55年第一次评衔，当然大家都知道评出了10大元帅啊、10大将啊等等，但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微妙的东西，从这里头仔细的看，其实真的喜欢历史的人，看那些奇闻异事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先把那正经的文件看一遍。就把这名单仔细看一下，看一下排序，然后想一下它是为什么。其实对了解整个我军的这个地造、我军的历史、我军的严格、我军的派系、我军的山头，我军的各种想法，这个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可说。所以呢，我就用这么几期的功夫吧，大概会分3期。讲一讲从这个55年评衔的这名单里讲一讲我军的这个历史。这个55年评衔实际上是一次，因为是第一次评衔嘛，而且是胜利式的第一次评衔，所以就相当于是一个犒赏军功以及大家排座次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还跟有些时候在战争期间评衔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水浒108将这个排了座次，但是水浒是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嘛，同志们还在努力，所以水浒的这个排座次呢，几乎就跟所有的这山头历史没关系，不分山头历史，就看谁武功高，这个谁武功高排前头。所以这个最早上梁山跟着晁盖，比晁盖还早的，比林冲还早的，就跟着王伦的都得往后排。这个武功高强的，哪怕是最后上梁山的，像关胜、胡延硕，都五虎上将。这种评衔的方式呢，就叫战争年代评衔，就是大家还没胜利嘛，所以要先打，谁能打谁排前头。包括苏军在这个卫国战争期间，这个大量的提拔起来的，那个时候也是就看不看关系了，不看这个山头。你苏军其实也分了很多山头有些是斯大林嫡系，有些是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嫡系，有些托洛斯基的人等等等等。但是由于在战争期间，所以大家不管了，苏军在战争期间评了衔全靠谁能打，所以即使是戴罪立功的将领，像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也能提拔成元帅，即使非常年轻的将领，什么资历也没有，但是因为能打，像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都在战争期间提成了这个元帅。我军如果不是1955年这个来评衔，如果是提早到比如说1947年、1948年评衔，其实还是这些人，但是那个时候由于革命尚未胜利，还在打仗，我猜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说最被军迷们那个敬仰歌颂的粉丝最多的粟裕大将，如果在47年、48年评衔，那必是元帅，那不用说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标准就是谁能打那比如像许世友这种那必是大将，因为在第一线的猛将嘛等等。但是到了1955年评衔，这革命已经胜利了，然后局势都稳定了剿匪也剿完了台湾反正也打不了了，因为那时候朝鲜战争导致美军保卫台湾，所以大家也没什么要打的了这个时候来评衔呢，就已经不再是像战争年代像苏军或者像水浒那样来评，就是说看谁能打，而是有了综合的考虑，就是比如说像李世民完全胜利了以后当了皇帝，叫会相凌烟阁。这个大家喜欢历史都知道，凌烟阁这24个开国功臣，这个会了相挂在凌烟阁里我们这次评衔呢有点像会相凌烟阁的意思，就是说已经胜利了，那我们把这个在各个时期做出过贡献的从缔造红军开始到抗战到解放战争等等综合来考虑尤其是综合考虑各个山头，因为这个红军就是由不同的山头组成的虽然没有国民党那么严重吧，国民党那个黄埔系那个是那么的嫡系，然后西北军是那么的受歧视，然后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山头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
平闲的时候，以这个实际上是第一要素，就是各个山头的历史的平衡。然后，但是李世民呢，这个人呢，在历史上他有宽广胸怀，当然有很多故事啊，魏征怎么骂他呀，他怎么啊，所以会向凌烟阁这24位功臣里，如果按山头分，大家就会发现特别可笑，山头分真正李世民山头的人，像秦叔宝啊、程咬金啊是不到一半，然后剩下的很多都是李世民对头，还有要杀李世民的，还有跟李世民打过仗的等等。但是李世民不管了，就是以推翻隋朝的各支起义军里面的重要的，当然最后都归到李世民这儿来了。不管你是从哪个山头来，你为缔造唐朝做出了重大贡献，你即使不是我这个山头的，你是窦建德的，你是王世充的，甚至你是跟我死对头是太子的下面的人，那太子大家知道被李世民杀了，那也会向凌烟阁的时候也都列在上面，就是说明李世民这个人呢有宽广胸怀，所以这个比例叫本山头不到一半。那我们来讲讲，就是因为上将有点多啊，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10元帅10大将，57位上将其中55年是55位，然后56年、57年各增补1位，就是第一次平闲都算吧，57位上将。我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大概的分布，然后我们再细讲几个小点。10大元帅，这个长得最帅的是叶帅啊，排最后一名。长得最不像元帅的是朱老总，长得像伙夫，但是确实是一个人品各方面都无双的好人。这个大家看一下10大元帅的长相，这个叶帅长最帅，朱老总在这儿。红军呢基本上分了这么几个重要的山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1、2、4方面军。这个我们没有3方面军啊，就是只有1、2、4 3个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这个算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基本上的是在红军长征到最后阶段的时候的力量分布按照真实历史力量分布是这样1方面军跟4方面军最后会师的时候4方面军是红军最强大的部队，4方面军大概有8万人，而且是装备是最先进。4方面军还曾有飞机，在红军里是完全这个难以想象。这架飞机今年珠海航展这架飞机的模型还摆在那儿，叫列宁号，我还又去看了一下。4方面军的战将们也都是红军里这个最能打的一大片这个将领1方面军在跟4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大概有8、9千人，当然1方面军经过了艰苦的长征由于没有根据地。4方面军的长征跟1方面军不一样，1方面军长征是一直万里转战，天天在打完就跑，打完就转移，打完就走，所以一直在减员，出发10万人，到了跟4方面军会师时候只剩几千人4方面军呢是稳扎稳打，虽然也在长征，但是4方面军始终在建立根据地。4方面军是到一个地方打几个胜仗就停下来，然后发展打土豪分田地，然后征兵征粮等等每次的，所以有根据地的情况下，你作战你是有缴获的，你有补充，然后等等。4方面军是连续的长征中间连续建立大规模的根据地，所以最后在川西和1方面军会师的4方面军是非常强大，有8万人。2方面军呢，长征最后到陕北是有2万人1方面军跟4方面军会师以后又分裂了，这个以后会有机会跟大家细讲1方面军分裂以后就独自又北上，然后到达陕北的时候，1方面军大概还剩历史有不同的记载反正有说3000人的，有说4000人的，有说5000人的，反正我们就取中吧。差不多1方面军最后到达陕北的时候有4000多人，陕北红军当时有15000人所以陕北红军当然也是很强大的一支4方面军后来经过分裂，经过连续的反复过草地，然后主力又西征，西路军在徐向前元帅统帅下，最后全军覆没在河西走廊，然后4方面军主力等于是被消灭在祁连山下河西走廊，当然是主要是因为党内斗争导致的就是各方不希望一支强大的4方面军来到陕北，这样的话如果有这么强大的4方面军来到陕北，那陕北到底归谁，中央听谁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4方面军主力最后全部消失在河西走廊以后，最后来到陕北的4方面军还剩2个军在刘伯承统帅下，刘伯承是1方面军的这2个，因为徐向前4方面军总指挥是在西路军，打败了以后徐向前就找不着了，后来过了1年，徐向前同志要着饭化妆成算命，反正就一个人拄着一棍儿回到了陕北，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说4方面军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陈昌浩当时4方面军政委也消失了，后来才发现是
打散了以后生病了，后来就找不着党，回到了湖北老家。所以四方面军在总指挥、政委都没有情况下，余部被一方面军的刘伯承统帅着，回到了陕北的时候还有2万人。所以实际上红军最后的山头是这样的，陕北红军由于一方面军来了以后，他们共同作战的过程中，陕北红军原来的统帅刘志丹同志，在很有争议的情况下牺牲了。这个事儿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定论，就是刘志丹同志到底是怎么牺牲的，很多记载说背后挨了一枪啊等等。总而言之，刘志丹同志莫名其妙牺牲了以后，陕北红军的15000人就归到了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由贺龙、萧克同志统帅着到了陕北，有2万人，四方面军最后回到陕北有2万人，所以这时候大家差不多红军的山头就平衡了，就差不多是1、2、4方面军各有2万人，在这个基础上才组成了八路军的115师，就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组成120师，四方面军组成了129师。所以我说了一下这个前提啊，我再说这个元帅大将的分布。这个在元帅里呢，一方面军出身的占了8个人，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贺龙和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各占了1个名额，所以等于是这一方面军这个山头有点过大，就是一下占了8席。在大将这10位里呢，是一方面军出身的大将占了7位，然后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是1位大将，因为四方面军这个山头实在太大，在后期抗日和解放战争中间，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始终也都是我军的主力将领，这个占了很大比例，所以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占了1席大将，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都没评上大将，就是萧克同志，萧克后来评的是上将，当然萧克是在57名上将里排名第1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按说无论如何得评大将。但是又为了平衡二方面军这山头，二方面军也是一大山头，占我军最早红军的1/3，所以从二方面军里找出了一个没有参加长征，他只是在洪湖苏区的时候在二方面军，应该说那个时候二方面军还不叫二方面军呢，就是洪湖苏区的时候，湘赣苏区的时候，这个贺龙的部下，后来因为负伤跑苏联去待很多年，到37年才回国的许光达。许光达这个代表了二方面军，评上了1个大将，这件事许光达自己都非常的不好意思。许光达多次上书中央，表态说我绝不能评大将，说以我的资历、战功各方面，中间还离开战场那么多年在苏联，绝不能评大将。但是最后呢，为了平衡山头，二方面军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有1个大将。可是呢，毛主席就不喜欢萧克。这个萧克同志是在一方面军跟四方面军的党内斗争的时候，表达了沉默，就没有支持，党中央当然也没有明确支持张国焘，但是就这一个沉默，导致萧克同志是完全够格的大将，最后变成了上将。然后许光达同志因此咱也不能叫赚了便宜就是把这个位子拿到了。但是呢，在许光达同志的一再的这个辞职下，许光达同志是大将里面唯一一个享受5级干部待遇的。大家知道元帅是享受3级干部待遇，就是叫做政治局委员级，然后大将是副总理级，所以大将跟副总理是平级的。所以那个有很多当了副总理的人没评衔，如果评他也是大将，就比如说像李先念像邓子恢等等这些所以呢，大将里唯一不享受副总理级的就是许光达大将，他因为是代表二方面军，但是呢资历又不够，所以他是享受5级干部待遇，就相当于是个上将待遇，萧克同志就成了上将。大将里还有一位是陕北红军的代表，就是徐海东大将。这个徐海东大将基本上由于身体有病，从抗战开始就没有再参加指挥跟战斗，但是由于陕北红军当年是救了中央红军，救了一方面军，所以陕北红军，当然刘志丹同志如果不牺牲，刘志丹同志必是元帅，陕北红军另一位代表高岗同志，建国的时候位列国家副主席，是开国大典时候站在第1排，周恩来同志都站在第2排。但是高岗同志那时候已经被打倒了，而且死了，自杀了，所以这个陕北方面的代表只剩了1位大将、1位副总理和2位上将，就是大将就是徐海东，副总理就是习仲勋，当然大家都知道是我们第5代领导人这个习总书记的父亲，习仲勋代表陕北红军是1位副总理，然后1位大将。所以呢，只有3个不是一方面军的，分别代表了2、4方面军跟陕北红军。一方面军出身大将占了7位之多，在上将里，
我也可以大概给大家一个数字，这个红军里最大的山头就上将一共57位啊，强大的四方面军占了10位上将，然后二方面军占了6位上将，啊，陕北红军占了2位上将，而且陕北红军这2位上将是上将57位上将里唯二的，在当时已经退出了军队，没有军职，啊，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强大战功，就是严宏彦上将以及我就不说另一位上将。啊，这2位上将，这个是其实不应该被评衔的，因为当时只要退出军队，在地方上工作，包括邓小平同志都没有评衔。那邓小平同志如果评，当然是元帅了。他作为不但是大军统帅，而且是政治局常委，但是邓小平同志都没评，所以各级的已经参加政府工作的各位副总理、各位地方的官员就都没评衔。但是为了平衡陕北红军的比例，所以在57位上将里。有了2位陕北红军的上将，然后10位四方面军的上将，其中很多都是按理说无论从资历还是战功可以评到更高的，比如说这个简单的就许世友上将，那无论如何从红军时期就是军长，红军时期的军级干部是元帅的一条线，就是元帅必须红军时期是做过军级干部的，然后大将是至少红军时期做过师级干部，像许世友这种级别的。都是红军时期就已经是军级干部，然后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做过方面的领导，野战军的领导这种所以但是也只评了上将，四方军只占了10位，二方面军6位，陕北红军2位，还有3位国民党起义将领。这个我军为了显示宽大，这个以及我们的胸怀，3位国军时期的中将在起义以后，在55年评衔的时候都被评为了上将，就是。陶世岳上将就是新疆起义的陶世岳上将，绥远起义的董其武上将，和在长沙起义的陈明仁上将，其中陈明仁上将评上将是，凸显我们的这个胸怀。解放战争时期最重要的2次败仗就是第1次跟第2次四平战役，这个第2次四平战役就是陈明仁打的打败了林彪。当然，陈明仁最后在长沙起义的时候还很有顾虑，说我是差不多很少的打败过共军的这个。国军将领，这个我现在起义，共军要不要我？共军为了表现宽大胸怀，不但要，而且他原来在国军只是中将，被评为了上将。好，大家来算一下数字啊，57位上将，四方面军10位，二方面军6位，陕北红军2位，这是18位，加上3位国民党起义将领21位，全部的其他山头的上将一共21人，剩下的都是一方面军出身的上将。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只剩了几千人，这几千里诞生了。30多位上将，7位大将跟8位元帅，所以这个基本上我把这个大的格局给大家讲一下，大家就知道后面会有很多故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倾向性的这个大山头。其实我刚才在前面开宗明义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如果在战争年代评衔，那就是为了继续战斗，那主力战将都要评到最高衔，那粟裕肯定是能评元帅。但是到了和平年代，就是已经立了国，然后已经没有什么敌人了，大家来犒赏军功的时候，这个资历山头就成了最重要的考量对象，因为人家缔造了红军，对吧？红军不是你缔造的，所以人家交给你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你拿这支部队打了很多仗，然后当然是战功卓著，粟裕大将也是我最钦佩的这个我军的战将之一。但是对于缔造红军这件事来说，这个元帅们应该至少有这个资历，就是说你参与了缔造红军，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其实我觉得还算公正吧。我应该这样说，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军里最能打的这个3位统帅，就是前期当然是徐帅是最厉害，因为徐帅一手把四方面军打成了红军里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四方面军几乎是战无不胜的红军的。最强大的一支红军，所以徐帅在前期肯定是最能打的。然后呢，这个由于党内斗争吧，再加上西路军失败，徐帅最后讨饭还是算命也好，回到了延安以后，就再未被委以重任。再加上后来还出现了康生捏造的一个叫四方面军脱枪逃跑事件，严重打击了四方面军将帅的士气，就是。四方面军本来到了陕北就受到排挤，大批将领就离开军队去了，这个学校，就是弄个什么叫这个大学那个大学的这个，就大家等于离职来学习，然后有很多牢骚。徐帅呢，
回到陕北以后1年的时间一句话都没说，因为眼看自己亲手缔造的，牺牲了那么多战友缔造起来的第4方面军红军最大的主力就全军覆没了。所以徐帅的痛心和痛感党内斗争的这个惨痛吧。所以徐帅1年时间沉默寡言。然后这个4方军的那些将领也都经常到徐帅这儿发牢骚啊等，这都是有的。但是叛变跟脱枪逃跑肯定是没有的。那被康生罗织了罪名以后，又搞了这么一次，导致4方面军这个情绪低落，再加上由4方面军组成的八路军129师并未委任徐帅当师长，但是2方面军组成的120师就由2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当师长，2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当副师长，这个129师结果只让徐向前4方面军总指挥当了副师长，由1方面军来的刘伯承当了师长，所以徐帅始终未被重用。徐帅一直到了解放战争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可能是觉得不太好意思，在徐帅的一再请缨下，徐帅认为自己还是应该做些贡献，才在最后情况的时候，交给了徐帅一些非常杂牌的地方部队吧，徐帅在山西打了这个非常艰苦的临汾战役，以及最后的太原战役。当时全国各野战军已经是缴获了大批蒋军的美械装备大炮、坦克都有，徐帅最后交给的部队连1门炮也没有。徐帅以至于，像3四野、粟裕的3野、林彪的4野这种强大野战军，后来攻克大城市都是1天就攻克，天津1天攻克，济南2天攻克，然后锦州1天攻克，等等等等。徐帅带领这支杂牌部队，咱不能叫杂牌吧，地方部队吧，由于1门炮都没有，光围攻一个临汾用了2个半月，然后得用各种土办法挖地道、埋炸药等等。所以徐帅虽然在后来其实是由于政治原因未能上前线，但是红军时期展示出来的我军的最强统帅是徐帅，解放战争时期展示出来的当然是林总跟粟总2位，分别率领4野跟3野获得了最大战绩。粟裕这个的儿子粟荣生将军和我的母亲在北京101中学是不但是同班同学，是同桌的你是青梅竹马，因为那时候101中学是延安来的叫育英还是育红中学，这个和北京的12附中合并的一个叫高干子弟学校，所以那里面都是军队将领的孩子，以及或者像高知的孩子，就像我母亲这样。然后所以呢，由于他们俩一直关系很好，从高中一直到现在都保持很好关系，所以我呢从很小的时候就多次去过粟裕大将的家，就在不说具体地址了，后海什刹海旁边后门桥附近的一个大宅子，我也亲自见过粟裕大将几次。然后虽然我听不懂他说话吧，是一口特别难懂的口音，但是还是很慈祥的一位老人。唯一能听懂的就是说身上有几个弹片，就是被敌人打的，然后如何我因为从小在北京长大，再加上家里关系，我其实认识很多将帅的孩子，然后所以我跟他们也经常在聊这些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家里服不服气评了什么衔等等等等。所以我来聊这些的时候，其实我是综合了我看过的各种史料，以及我跟大家这么多年接触下来我的感受吧。这个统计了一下元帅跟大将的星座，这个是我非常不了解的但是我想大家那么多，因为周库一直让我照顾女性观众，然后这就说到这儿，女性观众唯一能说的就是星座，但是我又一点不懂星座。我经常跟人说，一个男人花有3个要素，你只要看有3点，这男人一定是花。第一叫懂星座，因为他肯定经常跟女孩聊天；第二叫没有占特别长时间的爱好，因为他觉得春宵一刻值千金，不能有很长时间玩这别的事儿，必须每分钟除了挣钱就是跟姑娘在一起。所以肯定也不是我，因为我看那么多书，就包括这个每一个将领从中将开始，我都看过他们的恨不得传记等等。第3个叫脾气好，这有点像我，但是我只具备1点，所以具备这3点一定是花的，所以我就不懂星座。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但结果他也统计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在这12个星座里，射手座出了4个元帅，双子座出了4个大将，这个巨蟹座跟水瓶座一个都没有，就这20位元帅大将20位里，有2个星座既不出元帅也不出大将，就是巨蟹座跟水瓶座。当然大家知道巨蟹座可能是不出军人但是会出这个政治家，
因为我们这个本届新一届的领导人，这常委中间有4位巨蟹座的常委，这个说明巨蟹座虽然不出元帅跟大将，但是会出这治国人才。这开国人才里呢，射手座朱德、林彪、刘伯承、罗荣桓4位元帅，而且最蹊跷的是射手座没有一个大将，全是元帅。然后这个双子座没有一个元帅，全是大将，徐海东大将、谭政大将、罗瑞卿大将、王尔胜大将。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人家给我讲了很多，我也没记住。这个一个小小的有意思的统计，给大家汇报一下。大家懂的人可以在评论里，或者我的微博里，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里来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射手座出元帅，双子座出大将，而巨蟹座只出常委不出将帅。水瓶座既不出常委也不出将帅，是为什么？水瓶座到底都干什么的？谢谢大家。今天是建国寿前的第1期，先讲一个大背景和一点点小事儿。最重要的是，下一期要给大家讲，就是所有军迷们讨论了很多年、很关心的这个有关粟裕大将是不是应该评元帅的事情。我因为从小在北京长大，再加上家里关系，我其实认识很多将帅的孩子，然后所以我跟他们也经常在聊这些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家里服不服气评了什么饷粟裕这个的儿子苏荣生将军和我的母亲在北京101中学是不但是同班同学，是同桌的你。由于他们俩一直关系很好，从高中一直到现在都保持很好关系，所以我呢从很小的时候就多次去过粟裕大将的家。1949年之前，我军很多将领都曾有过各种军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我党尚未建立独立武装，许多后来的我军将帅都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且都有军衔。当时包括贺龙、刘伯承、郭沫若、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叶挺在内，共计20多人拥有国民革命军上将或中将等军衔。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他们放弃了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了将校军服，换上了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抗日战争初期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2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但在这一时期，我军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1945年9月，抗战刚刚结束，我党派彭真、陈云、叶继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6人去东北与苏军协调行动，考虑苏军有军衔，为保证双方地位平等，我党也给此6人授予军衔，并用中俄文字写下任命书。彭真、陈云、叶继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是这样，55年评衔呢，当然是有几个标准最重要的标准是战功和这个资历当然也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正在任职的现职是什么，这也很重要这个55年评选的10个元帅，首先想说的是为什么说就还行？虽然我刚才说了比例是一方面军过大，但是一方面军过大并不是在55年造成的，是从陕北开始，然后一步从抗战到解放战争，一步一方面军的那个将领们逐渐控制了所有的军队，所以并不是55年的时候给了一方面军很多的优惠，所以经过这些历史，这历史是不能否认的。所以到了55年的时候，这10位元帅，我觉得基本上是可以的。首先是为什么呢？因为55年的当时的军委，中央军委一共是12个人。这个一个主席就不说了毛泽东当时要说的大元帅，当然毛主席肯定是不接受大元帅的说我不要，所以剩下的11位军委副主席里，除了邓小平，因为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在常委里就是他和刘少奇、周恩来放弃了元帅评衔，那剩下还剩10个人，就这10个元帅，所以10个元帅都是当时现职军委副主席，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粟裕大将当时是军委委员，并不是军委副主席，或者叫当时如果军委不叫副主席的话，那军委也只有12个委员，当时粟裕大将还不是。
所以后来粟裕大将才增补进了军委委员里面啊，也始终没有做过副主席。粟裕大将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知道粟裕大将中间被彭德怀元帅迫害，在1958年的时候，彭总向毛主席告密，说粟裕大将里通外国，所以粟裕大将从58年就被批判了，就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当然，这个历史也是很可笑的啊。58年彭总迫害粟裕大将，说粟裕大将里通外国。1年以后，在庐山上，彭总自己就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这个帽子，然后自己也一直到死也没有翻过身来。这个粟裕大将自从58年被彭总迫害以后，就一直不得志，啊，然后直到军事科学院去当一个还不是老大，然后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啊，各位老帅只剩了大概几位老帅还活着，就是4位老帅还活着，当时是叶帅。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和刘伯承元帅，还活着的时候，最后叶帅提名粟裕大将做军委副主席，仍然被某人给否了，某大佬吧给否了，所以粟裕大将一生没有做过军委副主席，所以这个资历，因为大家知道军衔只是一个荣誉标志啊，它要跟你的职务对应的，所以粟裕大将一生没有做过军委副主席，这一条线首先就已经。在当时已经是够不上了，还有一条重要的线就是元帅要在红军时期做过军级领导，啊，在这条线上粟裕大将也是不符合的。粟裕大将只是在红军时期做过一方面军10军团参谋长，大家知道一方面军的真正强大的主力部队就只有13军团，5军团还算可以，当然5军团后来也在西路军里跟着四方军一起都全军覆没了啊，军团长董振堂也牺牲了，啊，从8军团以后都是。非常弱小的军团，就是都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所以8军团、9军团都是很小的，10军团是一方面军里就是最小的，其实根本不能称上一个军团的一个部队。为什么要给他冠一个军团呢？因为我们当时想要牺牲一部分部队，就为了宣传，就是说我们叫北上抗日先遣队，啊，其实从江西苏区出发去抗日这事儿本身就挺荒谬的，因为离那个东北还有2万里，恨不能。但是我们当时为了宣传，就组织了方志敏为领导的10军团，带领了一小部分部队，就以10军团的名义北上了。那明知道是要被消灭的，明知道是要牺牲掉的，所以方志敏同志率领了10军团北上之后，当然就被国民党军消灭了。所以10军团参谋长粟裕同志就流落在这个都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大家也忘记了这个人。当时粟裕同志还不是我军重要将领，所以大家也没有专门的去想想说粟裕同志还在不在，粟裕同志。是牺牲了还是被俘了还是怎么了，就一直找不着这人了。但是粟裕同志怀着对党跟这个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一直带着剩下的100多号人，只有100多号人，然后坚持在山里打游击，一直坚持。大家知道方志敏北上被俘，然后10军团覆灭的时候，红军还没有开始长征呢，那后来才发生了红军开始长征，然后经过了很长时间很多年，然后一直到1938年，国共达成协议，37年底国共达成协议，然后38年改编西四军的时候，就是在江南所有流落在江南的当年红一方面军留下的各个游击队啊，一起不知道都从山里什么地方出来了，发现居然还有10几支之多，当时留下。当然，陈毅同志是被任命的留下的，因为长征时候陈毅同志正生病，然后不知道大家走了。然后大家也找不着陈毅在哪儿，就给他留了一条，说陈毅同志这事儿都归你管了。等陈毅同志醒过来说都没了，然后人家交给他一封信说中央说归你管，所以陈毅同志是中央任命的，这个留在那个南方3年这个游击战的当然的领导。那其他人其实都没有什么联系，互相都是各自怀着对共产主义和党的信仰，啊，率领着余部，有的还发展起来，有的发展成几千人。粟裕同志一直也发展了一支小小的这个游击队。那一直到38年整编成新四军的时候，才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里，啊，然后就一直展示了军事才能，所以他后来变成新四军一师。那新四军一师师长又变成了这个华中野战军的司令，然后又变成了整个第3野战军的，就是华东野战军，后来的第3野战军的代司令、代政委。大家注意这一点啊，代司令、代政委这一条是非常致命的。当时毛主席。因为在战争年代嘛，那根本不管什么山头，不管什么资历，就是谁能打，就是咱先打赢了再说，是多次坚定的要粟裕同志做3野的，就是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啊，因为陈毅同志是一个文人，只会写诗，但是不会打仗。大
但是陈毅同志是一个很胸怀宽广的人，高风亮节。粟裕同志能打，大家怎么知道的？都是因为陈毅同志在每一次向中央汇报的野战军的胜利的报告里面，包括孟良崮战役，包括等等等等，都清楚地写到这些战役都是由粟裕同志指挥的，啊，所以陈毅同志叫战胜不居功，啊，败的时候检讨陈毅都背自己身上，胜的时候不停地向中央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叫粟裕的人，虽然大家都没见过他，或者见过他也想不起来长啥样了。但是这位粟裕同志，自从山里冒出来参加了新四军之后，就一直能征善战，从黄桥战役开始，然后苏中七战七捷等等等等，啊，所以中央等于是从战报跟电报里逐渐的重视起粟裕这个人。那当时战争年代，为了能打的，首先往上冲，所以粟裕多次让他做正的。陈毅同志都已经调走了，调到中原去了，在中原野战军做副司令。粟裕都坚持不受。粟裕说，坚决由陈老总留着这名字叫司令员兼政委，我做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啊，所以粟裕实际上是大野战军一把手，但是由于代这个字，在评元帅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点微妙的关系。再加上红军时期资历不够，当然红军时期资历不够只是一个原因啊，在10大元帅里也有一位红军时期资历不够的，就是罗荣桓元帅。罗荣桓元帅在红军时期的资历跟粟裕大将是差不多的，一直是你此消彼长的这个再往上走。但是为什么最后罗荣桓元帅能评到元帅，粟裕大将就是大将呢？这里面有2个重要的东西，就我还要说到山头的问题，就是虽然都是一方面军的大家啊，但是一方面军里也分山头，它分了朱毛红军嘛，就分成了朱和毛这2摊儿。就秋收起义这一波是最先上的井冈山，啊，当时井冈山还是王佐、袁文才的那个时代，就上了井冈山，然后被占了井冈山，把那2位就处决了，然后占了井冈山。81南昌起义实际上是真正缔造我军的最大一次起义。南昌起义是2个正规军的规模的这个国民党军起义了，啊，就包括贺龙的军，然后叶挺的师、周士第的师等等很多个师，蔡廷锴的师都一起参加了起义。但是蔡廷锴起义以后来又回去了，所以变成19路军的总指挥，这就另说了啊。总而言之，南昌起义由于是2个正规军的师，是我军的所有起义里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也是真正缔造我军的一次起义。这里面出了6个元帅，在元帅里面，啊，秋收起义其实规模并不大，只是一些农民拿着梭镖、大砍刀什么的。然后呢，其实和各个当时在共产党人在中国各地爆发的起义的规模相比，排不进前几名。但是由于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个秋收起义，也是由于第一次，站稳了脚跟的一个起义，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以秋收起义也很重要，也是我军的一个山头，啊，如果罗荣桓元帅不评元帅，这10位元帅里就没有一个秋收起义跟着毛主席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重要之极的这个粟裕大将没评成元帅的另一个原因。因为粟裕大将如果再评了元帅，南昌起义就有7位元帅，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当然，尤其是南昌起义的时候啊，贺龙是军长啊，那个周士第都是师长，当然后来他只评了上将啊，然后刘伯承总参谋长啊，叶帅他没有直接参加，当然叶帅参加广州起义，但是也起了很大作用，包括通风报信啊等等等等。朱德南昌起义的时候是公安局长啊等等吧，啊，聂荣臻也参加了这个南昌起义，林彪当然是连长，粟裕当然是排长。这个如果粟裕再评上元帅，南昌起义占到这个山头，占到我军的这个缔造我军的这个比例太大了。所以，由罗荣桓元帅代表秋收起义当元帅，啊，最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军跟其他国家军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军有政委，有政工人员。那我军的一直态度就是说，就是因为我军有政委，他才成为一直听党的指挥的军队。所以政委这个角色，政工人员在我军里是占到非常重要的比例。所以为了这个比例呢，在元帅跟大将里各放了一个政工人员。啊，就是元帅里面资历最低的，就是罗荣桓元帅，和大将里面资历最低的谭政大将，这2位都是政工人员，但是元帅里、大将里各有1位，所以综合这个所有的一些原因吧，我觉得粟裕大将没有评上元帅，我并不觉得是很冤，啊，我明白大家怎么想，其实有一个观感让大家首先觉得粟裕冤，就是什么观感呢？就是。大将里另外9个跟粟裕是不能比的，粟裕在大将这10位里是鹤立鸡群，无论从职务上、从战功上、从各方面讲，他都远远超过另外9个大将。可是粟裕大将如果往元帅里一放，就会发现他并不比那10位元帅要高。所以现在
我觉得元帅是比较公平的。比如说你把这10位元帅，哪个往大将里放，你都觉得不可能。哪怕10位元帅排最后的叶帅，你往这个大将里放，都觉得好奇怪。叶帅一直是红军总参谋长，然后八路军总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作为这个级别的，而且一直在所有的政坛，包括跟国民党谈判、代表我军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个资历的，如果你把它放大将了，这简直没道理。那其他各位老总就不用说了，缔造了红军各个方面军的各位老总是不能往大将里放的，啊，只有罗荣桓元帅如果放大将里，觉得好像还可以接受。但是我刚才讲了，因为邱绰奇和因为政工人员这2个原因，那罗荣桓元帅是一定要放元帅里，所以粟裕只能是特别鹤立鸡群的在大将里站着，因为那9位大将说心里话，放到上将里都不能排到前面。除了粟裕大将，那9位大将，你把谁将一级放到大将里，他们在大将里都不能排在前3名，因为大将里面前面还有萧克，方面军副总指挥级别的萧克，那还有红军时期的军长这个许世友，那还有王震，红军时期的军政委，就这个级别的啊，军团政委王震都只是上将，所以粟裕只是因为他在大将里很孤单，所以大家觉得，哎，如果他能放元帅多好。我其实心里也很喜欢，我也很敬佩粟裕大将的战功，但是呢，即使13个元帅也没有粟裕。就坊间现在流传的说粟裕辞元帅，还有说3辞元帅的啊，其实都是讹传，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份名单在军委内部酝酿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内部酝酿的时候，也没有过一份名单里面有过粟裕同志是元帅的候选人。粟裕所谓3辞，有2辞是真的，一次是在华中的时候辞华中野战军的这个司令员要让给张鼎丞。对，然后自己辞当副司令。一次就是我刚才说的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他坚决辞当代司令员、代政委。第3次辞帅，目前只有一个证据，就是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的口述，但是这个口述我不认为是很正确的、很真实的，因为毛主席身边很多人，包括他的医生、他的警卫员等等，出来说很多东西，后来其实大家再去考证的话，很多都不一定真的，尤其是。李银桥这个口述回忆是粟裕大将的秘书去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过，毛主席说这个要让粟裕当元帅啊？所以李银桥他说我听见过毛主席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聊天的时候说，粟裕是个好同志，应该评元帅。然后那个周恩来同志说啊，他已经推辞了啊，于是毛主席说粟裕是个好同志。但是实际上，在评军衔的过程中，真正辞过的都有书面证明。比如说，罗荣桓同志有书面向中央这个辞去元帅职务的报告。因为罗荣桓同志就像我刚才说，他坚定认为自己资历是不够的，他怎么能评元帅呢？他其实，在4野时期，他也是副政委，因为4野的司令员兼政委都是林彪，所以他既不是大野战军的一把手，他红军时期也没做过军级干部，所以罗荣桓同志是有书面辞去元帅的这个报告。今天能看得到，许光达同志辞大将是有书面的，而且到今天都清楚的是怎么写的，而且许光达同志也确实被同意降1级的待遇，变成5级干部，但是军衔还是大将。粟裕同志也没有任何书面的辞帅，因为他也没办法有书面辞帅，因为并没有一份这个所谓的动议里面是有他的，他也无所谓辞不辞了。我们曾经出过一份叫13元帅14大将的名单。这个13元帅呢，是除了这目前的10位元帅以外，加上了刘少奇、周恩来跟邓小平这3位，啊，那这3位都是刘少奇，当然是虽然不是军事家，但是他当过新四军政委，啊，也是党回来了的第2号领导人，就让他去做元帅。周恩来本身就多年做军事一把手，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后，其实周恩来还是我军的一把手指挥，邓小平就不用说了，邓小平是从红军时期就是军级干部，就一直符合元帅的所有的资历，包括淮海战役总前委总前委书记，那粟裕他们谭震林都是总前委下面的人，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23野跟4野一部分，所以邓小平是我军的缔造者之一，这是不用说的。这叫13元帅。14大将呢是除了这4个大将以外，另外新四军的4个师长，大家知道，抗战时期的山头是分了八路军跟新四军。那八路军的所有正副师长都是元帅，除了萧克以外，所以萧克是很倒霉。他不但没当上元帅，他作为方面军副总司令和副总指挥
以及八路军的副师长，就120师副师长，他们连大将都没评上，他只是上将。那其他的各师的师长、副师长、政委等等都是元帅。新四军呢是军长是元帅，就是陈毅。然后当然叶挺同志如果活着，当然必是元帅啊，这就不用说的了。啊，军长是这个元帅。新四军的7个师长是3大将4副总理，是这样的。就是前1、2、3师师长都是大将，就是1师师长就是粟裕，然后2师师长张云逸，3师师长黄克诚，这都是大将。后面那4位师长呢，都是跟大将平级的副总理，因为大将是副总理级，元帅是政治局委员级。那4位就是有的是师长，有的是师长兼政委，有的是师政委，就是5师的师长李先念，然后另外几个师长是政委是邓子恢张鼎丞和谭震林。这几位呢，如果平衔一定是大将，所以当时是在14大将这个名单里是有这4位新四军的师长。如果是成型的话，相当于是新四军7个师长都是大将。就从这个角度讲，粟裕同志也不冤，因为粟裕同志也没有做过新四军的副军长，反而张云逸大将做过新四军的副军长，但是他也是大将。那粟裕作为新四军的7个师长之一，当然虽然是最能打的第1师师长，那新四军7个师长都是大将，那粟裕同志作为大将也不冤。所以呢，后4个大将呢，后来因为毛主席首先自己辞了大元帅，然后主席就直接就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那你们那个元帅还要不要做呀？”大家当然说：“我们也不要做了，咱们都那个。”所以就后来就下了一道，就是说凡是已经进入政府做了政府官员，离开军队的，没有现职军职的，就不再评军衔了。唯独一个例外是陈毅元帅，因为陈毅元帅，我要说的是。粟裕大将其实有一个当元帅的机会，并不在罗荣桓身上，因为罗荣桓在资历和他一样，在前，他也是秋收起义代表，是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代表，这个粟裕是代替不了的，他也代替不了10大元帅排最后一名的。10大元帅排名不光是按资历排也按战功和当时职务排，所以实际上10大元帅资历最浅的倒数第2名就是林彪，倒数第1是罗荣桓，但是林彪的10大元帅排第3，因为林彪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叫毛刘周朱陈林邓。他是政治局常委，并且他是大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是最战绩户，所以他排第3。所以他整个元帅的排名是有资历考虑，也有当时现职考虑、战功考虑，所以叶帅排最后一名。但是叶帅也不是粟裕大将的机会，因为叶帅的所有的功绩是一直是总参谋长，在红军时期总参谋长，然后那个八路军的时期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总参谋长，这个资历是不能，他无论如何就不管前面是谁，他也得排第10，他也是一个元帅。所以唯一的机会就是陈毅同志按照毛主席说的，已经进入到中央去工作的，就离开军队的就不评衔，陈毅当时已经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按说他跟邓小平、跟习仲勋、跟李先念一样，就不应该评衔，刘少奇同志就专门提出来陈毅不能评元帅，因为他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政府去工作的，但是周恩来同志，当然周恩来同志说话其实很多时候是代表毛主席的，坚定的。跟刘少奇有一个不同意见，他说陈毅同志可以评元帅，他说了布尔加宁同志也是元帅选，但是也做苏联的部长会主席，那时候那个斯大林已经死了，苏联的几个领导有做元帅衔的，说拿这个做例子要求陈毅做元帅，因为陈毅如果不做元帅，那粟裕就是元帅，因为总要有人代表华东野战军嘛，第3野战军，总要有人代表新四军做元帅吧，新四军不能一个元帅都没有所以代表了3年南方游击战争。代表了新四军，代表了华东野战军、第3野战军的，如果陈毅不做，那必是粟裕做。所以粟裕唯一的能当元帅的机会是在陈毅元帅身上，但是由于陈毅元帅做元帅这个事儿，虽然刘少奇反对，我猜刘少奇反对陈毅就是为了让粟裕上来做元帅，因为刘少奇作为新四军政委，他是很赏识粟裕的，但是周恩来坚决反对，导致最后陈毅评了元帅，那3野。新四军已经有元帅代表了，所以粟裕同志从这方面讲，也只能评大将。所以呢，虽然粟裕同志战功赫赫，如果按解放战争时期算，应该位列我军第1名，就是我军最能征善战的这个解放战争主将吧。战果也最辉煌，歼敌也最多。淮海战役本身规模也比辽沈战役跟平津战役都大，歼敌的数量也最多，我军牺牲也最大。然后。渡江战役也是主力，所以包括进攻台湾，原来也准备是粟裕大将做总司令，包括粟裕后来做东北方军司令，也是让他统帅志愿军入朝，但是粟裕因为身体问题，最后还是彭总统帅志愿军入朝，所以粟裕作为我军第1战将，就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认为最终没评上元帅，作为第1大将是
在当时1955年的环境下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而且并没有坊间讹传的粟裕辞帅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坊间传说很多东西都很有意思，有的很可笑，说大家元帅们第一次穿着元帅服步入什么中南海，然后等着主义授衔的时候，叶帅还开了玩笑说，如果叶挺不死，你们新四军就2个元帅，跟陈毅元帅说。然后陈毅还说那如果叶挺同志还活着，我们就有2个叶帅。然后大家哈哈大笑，这些很多警卫员回忆的甚至有老帅的回忆。但是实际上，1955年授衔那一天，叶帅并没在北京，叶帅正在视察海军。这人本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都能被各种警卫员、各种人回忆起说叶帅跟陈老总怎么开玩笑，然后如何如何。其实这人根本就不在。所以很多回忆是不能相信的。谢谢大家。这个本期主要讲了有关粟裕大将的故事，大家其实听完了以后也都清楚，他其实评大将，其实是应该的当然他也是功勋卓著的第1大将，下一期要继续讲评贤的另一些有趣的事情，请大家下期收看。我先说吧，就说个3个事儿，一个就是有关4方面军，稍微可以说叫不公正的待遇吧。再补充一些细节，然后有关这个在军事博物馆立的这个36位军事家，实际上是中央内心深处认为的就是所有大将以上的，包括牺牲的，包括后来在的那36位，我大致讲一下为什么这36人，然后就是最后讲一点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待遇所以先把4方面军补充一下。这个4方面军和这个1方面军的矛盾是贯穿了我军这个始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山头的问题这来自于哪儿呢？一开始当然没什么一开始大家一起反围剿，只是不在一个地儿。这个1方面军在东边，4方面军在西边，大家一起反围剿，所以每次反围剿这边1、2、3、4、5次，那边1、2、3、4次等等，但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历史里主要是讲中央苏区的5次反围剿，这个其实4方面军能够一皖苏区也打了多次反围剿的漂亮仗，而且在多次打大胜仗，尤其在川陕苏区时期，这个4方面军是多次大胜川军迅速扩充部队中间还有了列宁号的飞机。这飞机呢还是陈昌浩同志4方面军政委还坐上去过因为他不坐上，他怕那飞行员实际上是没找着地儿降落，然后降落到苏区里被我俘虏了，然后又怕他自己飞起来以后这个又飞回去了，所以由陈昌浩同志拿着手枪亲自在后面飞着，然后出去转转等等4方面军到了这个川西的时候，当然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我1方面军长征到了这个穿过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这是第一次红军历史上大会师到这个时候两边人都还不认识，这个1方面军的人也不大家除了认识张国焘，因为张国焘是中央派去这个鄂豫皖苏区，也是4方面军实际的领导人吧，也是4方面军里唯一的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然后其他的人互相都还不认识，这谁也不认识徐向前、陈昌浩等等，许世友等各种各样4方面军的名将，那时候大家都还不认识但是呢，陈昌浩同志当时就在这个要迎接中央红军的时候，到处贴出了布告，说这个欢迎30万中央红军，然后哇，大家士气大振，因为4方面军也很强大嘛，而且在川西有根据地。徐向前同志是一个军事家，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他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他就跟陈昌浩说中央红军就是1方面军恐怕没有30万人吧。陈昌浩说为什么没有我们4方面军都有8万人，1方面军当然比我们要强大，有30万人。然后这个徐帅就说可是我看这个国民党的报纸上说，这个中央红军在这个一路被吴奇伟2个师追着，然后四渡赤水也好什么也好等等。他说如果中央红军有30万人的话，怎么可能被吴奇伟2个师的一个纵队追着满街跑呢？说我估计没有。然后陈昌浩说那你要服从政治需要，因为政治需要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振奋根据地士气，然后振奋军队士气，说中央红军30万，大家就有了希望嘛，就打得更坚决。于是就派了这个李先念同志率领了一个师南下去迎接中央红军。然后李先念同志这个到了南下见到了中央红军的时候，就往这个4方面军总部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说到说
中央红军是土匪，就是叫一方面军这个，因为他见到的中央红军是什么样子的呢？当时我们中央红军刚刚穿过了阿坝呀等等啊各地各种藏族、彝族、羌族的少数民族地区，然后由于非常艰苦，大家看到我历史里还写刘伯承和当地的大土司什么的喝酒结拜，然后才从那儿过去，然后出来的时候呢，四方面军是军容整齐，然后军装备，然后各方面都非常强大，然后见到的一方面军是大家都穿着少数民族各族的怪衣服，然后每个人身上挂了一圈银元。这个当时四方军因为红军再怎么着，他还是有强烈的那种无产阶级军队的就工农红军的那个纪律嘛，说这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只打土豪啊等等等等啊，一看说怎么回事？一方面军怎么连军装也没有，穿着各种袍子什么裙子，然后每个人身上还挂着一圈银元，于是就以为是抢劫了老百姓，然后于是就发了一封电报说中央红军是土匪啊，这件事就导致了这个中央红军到了跟四方面军全军会师以后，两边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就是这个四方面军说一方面军是土匪，但是其实一方面军并没有抢老百姓，只是打了些土豪而已。但是打了土豪呢，因为由于快速行军，不停的转移，没办法，有很多挑夫挑着那些银元啊钱啊，所以只好给那个大家战士们身上一人绑一串，并不是说大家战士们去抢劫老百姓来的钱，当然产生了很大的误解啊。再加上一方面军当时大概只有9000人让四方面军极为失望，说虽然没有30万中央红军是宣传，那好歹也得跟我们四方面军差不多吧，这两军会师才有那种欢庆的气氛。结果一方面军就只剩了9000人，而且人困马乏，这个武器弹药极度缺乏，这个士气也不是很高涨于是呢，那一方面军里头的一些宣传干将就开始写文章说四方面军是军阀不听中央的，然后如何四方面军的一些干将就开始写文章，就是说一方面军是土匪，然后等两边搞得非常的那个不愉快不愉快以后就尤其是开到中央的会议的时候，发现这个一方面军来了那么多中央领导，然后10余个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等等等等四方面军就只有张国焘、陈昌浩2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又觉得这个也不公平，我们8万人凭什么只有2个中央委员，然后你们才几千人，怎么有那么多中央委员？然后开会的时候就气氛也不好然后就我们一方面军呢，这个已经是做了很大的努力，让张国焘做了红军总政委实际上红军变成一方面军出总司令，就是因为会师了嘛，大家都叫红军嘛一方面军出总司令就是朱德，四方面军出总政委就张国焘，是共同管理整个的红军。而且为了觉得方便，就大家好像大公无私分了左右路军，然后或者叫东路军西路军吧左右路军分别把四方面军当然是4个主力军一方面军是4个军团，然后就分别把一方面军的13军的当然主力军团吧和四方面军的2个军做成了一个叫右路军，然后另外一方面军的59军团和四方面军的2个军组成了叫另外一路军，然后就分别一起就是分别北上吧绕着草地这个时候发生了重要的一件历史悬案，就是这个张国焘给陈昌浩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很重要，在我党历史中以及在各位大帅各位大将的这个履历中都很重要因为当时中央分裂就是因为这封电报是据叶帅讲，这个当然了，叶帅家里很多人跟我也关系很好，然后但是我还是要就是我按我自己的观点还是要讲这件事儿，就是叶帅说看到一封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因为陈昌浩、徐向前2位是和毛主席等等一方面军的这个主力是在一路里说全面进行党内斗争，等于的意思全面展开党内斗争，等于的意思就是说要扣留一方面军。然后这个叶帅看到这封电报以后，就拿着这封电报就是找了个借口说上厕所也好等等也好就跑了以后就跑回到毛主席那儿，就是说有这封电报，这四方面军要向我们动手然后一方面军就立即拔营就跑了，就离开了这个四方面军。然后据历史记载，徐向前元帅徐向前当时四方面军总指挥了，还拍桌子列了手鼓，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然后还哭了，然后等等，就是这件事儿是叶帅拯救了红军的又一次这个重要的功劳吧
但是呢，我看了徐帅的回忆录，徐帅回忆录是最后徐帅最后写的嘛，最后才发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老帅还活着了。然后徐帅回忆录里是清楚的写到说没有这封电报，徐帅没有看到这封电报。徐帅说我确实拍了桌子，但不是因为有这封电报要去打中央红军，是为什么拍桌子呢？是突然有人报告说一方面军拔营就启程了。在没有任何协调商量的情况，一方面军就走了，而且后卫部队以战斗警戒方式对四方面军，等于就是敌对了已经，然后就问追不追这个时候徐帅拍了桌子说，怎么能追呢？说怎么能红军打红军？徐帅说我确实很伤心徐帅因为没有资格参加中央最高的会议，也不知道中央最高的会议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争吵，然后党的最高领导之间张公焘跟毛主席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是一个军人，虽然他是总指挥，但是他坚定地拍了桌子说，哪有红军追红军的道理，打红军的道理，而且确实把手骨拍裂了，确实也流了泪。这是徐帅回忆录里写的陈昌浩当然是已经没有资格再讲任何话了。陈昌浩以他的资历当然是评元帅是没问题，他是四方军的政委但是陈昌浩由于西路军失败的以后，这个西路军失败的是很惨的，打到最后倪家营子战役的时候，强大的四方面军已经一颗子弹都没有，而且全部是在跟西北五马，就是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马家军全都是骑兵我军都是步兵，而且我军已经没有炮，也没有机枪，什么也没有，子弹也没有，而且我军在当地没有办法展开政治工作，开辟根据地，因为当地都是回民。这个民族矛盾导致我军以前的那种经验，说到一个地方打土豪分田地，然后那个发动人民参军什么都做不到，因为人家回民是完全团结起来，来了一股汉人军队，你不管谁来都会打，不光红军来，你国民党军来他也不干，所以就打得很惨。打到最后倪家营子战役的时候已经是弹尽粮绝，然后徐帅在望远镜里看着自己亲手带起来的，当然前任还有2任总指挥，就是这些革命先烈带起来的这支红军最强大的部队，最后一次战役是全体军师团长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全体拿砍刀缩标，没有一颗子弹，步行和马家军的骑兵战斗，然后眼看着自己的军长、师长、团长被马家军的骑兵砍死，然后这支部队全军覆没当时徐帅已经就根本不想走了，徐帅认为这个作为一个军人就应该比如说殉职等等等等，是陈昌浩命令他，因为陈昌浩是西路军的书记，就是他是高于总指挥的兼政委，然后命令他就是执行中央命令就是抛弃部队回陕北徐帅就是死活不敢说不能抛弃部队，那最后在党的命令下，陈昌浩说命令你听党的立即离开部队就去陕北，所以最后发出一封诀别电报就砸烂了电台等等大部分的记载是说，徐帅跟陈昌浩总政委只带了1个警卫员和大概一些金条，就离开了部队。当然，部队当时已经全军覆没了，然后踏上了慢慢的回陕北的路。路上陈昌浩同志就是发高烧，就没法走了。然后徐帅就把他和1个警卫员留在了在路上，因为遇见了一个大夫是湖北人，因为陈昌浩是湖北人，就留在了这大夫家里。徐帅就1个人，徐帅就是。有说化妆成算命的，有说是要饭的，总而言之，徐帅是1个人拄着一棍子走了很长时间，走了大半年，回到了陕北。四方军的主力就此全军覆没。但是其实呢，在徐帅跟陈昌浩走了以后，还是留下一些残部，一部分人大概有那么几百人吧，在副总指挥王树声大将的带领下，然后辗转了很多时间，最后辗转回到了陕北。另外一支部队也是几百人只剩在李先念李先念如果评军衔也是大将，就是当时有14大将名单嘛，因为但是他已经做了副总理，所以就没评。在李先念带领下辗转，最后到了新疆。然后到了新疆以后呢，我党中央派去了保卫部的干部甄别他们，然后分别问他们是要去苏联还是要回陕北。那其实当时西路军的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打通国际交通线。就为什么叫西路军，就是要打通跟苏联的联系，然后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等等等等，是他们的任务。所以一部分四方军将领就说，那我们继续就去苏联那一部分的四方军将领就说，那我们还是回陕北。那其实一念之差就是生死永别，因为当时中央派去的保卫部肃反干部，就是所有选择回陕北的，包括李先念，包括等等很多就后来的重要将领选择回陕北就都回了陕北。所有选择去苏联的将领都被处决了，在新疆，所以四方军的这个最后是极为悲怆的来到了陕北，只剩了
许世友那个军是到了陕北，然后陈再道那个军到了陕北，然后陕北最后剩了四方军2个军和大批的高级将领，然后把他们集中在这个叫什么红军大学，后来叫抗日军政大学等等，然后就去学习然后就我第一期里讲了，后来发生了康生捏造的四方面军要脱枪逃跑的事件，导致四方面军的这个所有的主力将领都被严格审查，然后当然了毛亲自救了几个人毛主席说到被关着所有的将领，然后毛进来看说这个许胖子是好人，许和尚是好人，这个人我了解他于是许世友就解放了。许世友感激涕零，对毛主席就说毛主席救了我这个，所以后来一直忠诚的也当然最后评衔的时候许世友是非常不满意的。许世友找到周总理说，我为什么评上将？说我红军时期就是军长，然后我在这个粟裕同志还没来到山东的时候，就是山东兵团的司令，就是短暂的所谓的华东野战军的司令，然后一直是主力兵团的指挥，然后为什么我评上将？然后周总理说了一句话，说萧克才评上将许世友后来没话说了。所以其实把萧克放在上将第一的位置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这个萧克最后评上将的时候，毛主席也亲自找萧克谈过，说萧克同志，你当然了你可以评大将但是把你评在上将排第一，这个很多人就没话说因为评衔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那很多人不要说评到大将上将元帅，大家心里有很多有不满的，然后当然也有高风亮节的有辞元帅的罗荣桓有辞大将的许光达，有辞上将的徐立清，然后等等，但是也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至少心里不舒服嘛，说我为什么站在这儿，我只评一中将，旁边都是我当团长时候的连长排长跟我一起前面那上将还有2个我老部下，心里有很多不舒服，所以当时评衔的时候是有很多，当然我们大部分记载都是谦虚的高风亮节的但是实际上也还是有很多，就包括贺龙元帅排在元帅第5位。贺龙元帅也很不高兴，就是贺龙元帅认为缔造我军的最重要的南昌起义的最主力的部队就是贺龙元帅那个军贺龙当时是南昌起义时候就是国军的军长以国军军长这么高率领他的一个军，然后以及叶挺的一个师蔡廷锴的一个师，周师弟的一个师这大家才组成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当时贺龙是军长，叶挺是师长，朱德是公安局长，林彪是连长，粟裕大将当然是排长以这个缔造红军的资历，贺龙元帅说我为什么排在元帅第6名林彪当然是我下边连长，然后林彪排这个林彪当然不是贺龙军里的连长是叶挺军里的师里的连长说等等吧，有很多不满，但是当时林彪同志已经是政治局常委，所以他排第3是可以的。然后刘伯承同志排在贺龙前面，那也是因为后来的战功的问题嘛。贺龙元帅不是一个特别能打的，他是缔造红军的功劳有，当然不是特别能打，所以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也只是给了一个兵团而已，最后让当体委主任管体育，这个元帅之间连先后位子，大家心里都有不舒服，就更不要说这个下面的各个人都去找自己的老总，然后有这个不满意的就找到林彪说我其实应该评上将。被林彪骂一顿，然后各自管各自的人吧。这个王进山王必成这些2、3野的这些中将们也都很不满意，然后说我应该评上将等等所以经过了大量的这个平衡的工作等等的工作才把这个基本上弄到大家还算平衡。四方面军呢被打压并不是在55年评衔的时候，所以四方面军打压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四方面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怨言，而且后来经过抗战的分化，然后以及4大野战军的4个山头包括华北野战军5个山头所以基本上四方面军的这个怨言已经在55年的时候已经是成为历史问题了。所以虽然只有10个上将1个大将和1个元帅，但是也还算是可以吧，因为历史最终是胜利者造就的嘛。那最后张国焘是在斗争中失败了，然后那当然一方面军就成为了我军的真正的缔造者跟主力吧。下面讲一下这个塑像凌烟阁叫什么，就是当时李世民那24个人，其实我们也有，就是大家如果来北京到军事博物馆去，会看到这个36位军事家这个挂在那儿。这36位军事家其实你仔细看一下，这36个人其实非常清楚的就是中央内心深处认为叫大将级以上的36个人就都在这里头。给大家如果看中国的将领因为评衔因为还有非要10就这个中国的这种
叫做什么吉利吧，所以10元帅10大将。如果不是这个限制的话，实际上这36位就都是中央到今天认为他们是大将以上级别的中共的叫我军的缔造者吧。其中这36个人怎么分布的呢？是包括了10元帅10大将，这是20个人，又包括了当时这个中央军委的另一位副主席邓小平，当然还有我军一直的缔造者周恩来，当然是大元帅毛泽东，这又多了3个，这就是23人，然后多了这个11位已经牺牲的，如果他们没牺牲，那必是有2位如果不牺牲，那一定是元帅级别，就是叶挺同志跟刘日丹同志，叶挺跟刘日丹如果不牺牲，那应该是元帅级别，还有几位如果不牺牲，就包括新四军的2位师长，如果不牺牲必是大将，包括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左权如果不牺牲的话必是大将，包括曾经的方面军领导人，后来在肃反过程中被杀的这个几位前总指挥。如果不牺牲的话，那有的会是元帅，有的会是大将，就包括四方军比徐向前还在之前的总指挥们，因为当时苏区的各个苏区肃反是极为残酷，二方面军下西到二方面军代表中央去肃反的，杀掉了二方面军1半的官兵，就是国民党都没有杀那么多，四方面军的残酷肃反，张国焘去了以后，杀死了大批官兵，包括四方面军的2任总指挥都被肃反被我军自己杀死了。而且这些革命先烈们特别英勇，都在就义的时候，这个告诉同志说，我们留下子弹去打敌人，就我们不要用子弹，用长矛梭镖，用砍刀，所以最后都是肃反牺牲的我军高级将领都是用砍刀、长矛什么杀死的。苏联红军肃反是5个元帅杀了3个，40多个军长全部杀掉，师旅长1半以上被处决，然后我军的肃反差不多也到了这个地步。所以有些在肃反中间被杀死的，有些是牺牲掉的，这11位人我就不一一来举例子，因为我还是想说大家都知道的人，比如说叶挺，当然都知道，叶挺如果活着那必是元帅，所以11个牺牲的10大将10元帅，这31个人加上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这是34个人，再加上2位本来能评大将，但是没评，就做了政府官员，但是做了副总理级官员。后来先后做了国家主席的2位李先念跟杨尚昆，杨尚昆作为红军11军团级政委，他是3军团政委，就是和彭德怀搭档的，如果评衔是一定能评大将的，李先念就不用说了，新四军各师师长都是大将，李先念也是5师师长，而且5师是新四军独立开辟的一块重要的解放区根据地吧，所以这36个军事家就是这么来的，有机会我就不细讲。有机会大家去到军博的话，去瞻仰一下，这就是缔造我军的36个人，也是到今天为止中央承认的36个人大家都知道，还包括方志敏，方志敏作为10军团军团长，如果活着，也至少应该评大将，所以就这36位，实际上还有一些本来是可以评大将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邓子恢张鼎丞等等这些，并不是说所有能评大将都叫军事家。而是这军事家里是所有的能评元帅的，以及一部分能评大将的人，10大将加上李先念、杨尚昆这12个人，以及牺牲的这些左权等等这些能评大将的人。这个习仲勋如果评衔，其实当时是能评上将。宣布军衔的时候，就是由习仲勋当时作为秘书长，中央秘书长向大家来宣布这个事情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习主席的父亲，他是代表了陕北红军。陕北红军，所以其实待遇是，应该说整个评衔过程中，1方面军是占了最大的优势，4方面军是受到最大的打压，然后陕北红军都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刘日丹虽然牺牲了，但是高岗国家副主席，然后大将1个，上将2个，副总理还有习仲勋，所以陕北红军是一直受到，因为毛心里觉得陕北红军救了1方面军，并且陕北红军的全部主力后来并进了1方面军。所以在毛主席心里，对陕北红军始终都是以就能拔高的就拔高，能拔高。徐海东也曾经辞过大将，在大将里不光许光达辞过，徐海东是清楚的给中央写信说，我从抗战开始就没有工作过，这个我不能评大将，我不能。但是由于他代表了陕北红军，所以陕北红军必须有一个大将，所以他来做了。这就是那36位军事家，这里面没有刘少奇，因为刘少奇实际上一直没有主持过军队工作，虽然曾经做过。一段新四军政委，后来做过军委的一些，但是基本上没有管过军队的工作，所以这36位军事家，全部都是应该说缔造我军的这36位人。最后讲一讲国军起义将领这个里面的有趣的事情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把对国军将领的政策是分3级，就是起义叫官还是官，兵还是兵，建制还是建制，第二叫投诚就是官滚蛋，然后兵编进我军，然后第3叫被俘就功德林关10年，所以最后被俘的那些人，杜聿明啊，什么黄维啊，等等，那个全都功德林关着，然后这个起义的将领都官复原职，有些是在47年、48年的时候是。我党要求他算起义，因为好宣传嘛。他坚决不行，说我不能起义，因为我是黄埔系的，我要算投诚，或者我最多算被俘，因为军人荣誉。可是到了49年、50年的时候，正好倒过来了，大批国民党将领要求起义，然后说你不让我起义，我就给你打。然后我军说你不能算起义，起义的人太多了，我军没那么多编制，因为你一起义，你的兵团还得叫这兵团，你的军还是这个军。像曾泽生长春的时候起义，他的60军就改编成我军50军，他还是军长。那我军后来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乱七八糟部队，你必须算投诚或者被俘。然后说那不行，那我就给你打。然后大家就开始谈判，谁算起义，谁不算起义。总而言之吧，起义了很多人，其中呢，元帅大将领都没有。我们曾经考虑过，为什么最后没有呢？有3个人正在现职做军官，就是我上期里讲过，就是3个上将，因为他们还都是兵团司令级的军官。还在现职的军队里服役，就是新疆的陶氏绥远董其武跟长沙这边起义的陈明仁，这3个人都还是兵团司令级，在军队里工作，所以他们3个评了上将。可是他们3个原来是国民党里的中将，他们3个评了上将就牵扯到一个大问题，就是那些起义的国民党大上将们，就包括傅作义上将、华北交通总司令，这怎么算？在长沙起义的程潜是跟蒋介石平级的上将。是1级上将，傅作义和那个像张治中，代表国民党谈判的国共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应该算投共的所有的国军将领第1高的，虽然他资历没有程潜高，甚至没有龙云高，但是张治中的地位最高。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蒋的嫡系，因为程潜跟蒋完全是经常反蒋，龙云是滇军，然后傅作义是阎锡山手下晋绥军，他都不是蒋的嫡系。这个张治中是蒋最亲信的，从最开始蒋这第1军出身的时候就跟着蒋，而且做过长时间蒋的侍从师主任。蒋曾经国军里最精锐的部队都由张治中指挥，包括2次淞沪战役上前线的国军里最精锐的德械师，全德械装备都是由张治中指挥的。张治中而且是抗战之后，大家美国就调停国共嘛，让大家不打仗，那于是张治中是派了3个人做叫停战小组委员会来检查。这3个人是马歇尔5星上将，5星上将相当于元帅，就是美军的元帅。我军是派了周恩来，国军是张治中。所以张治中家里因为张治中的女儿叫张树九女士，跟我也关系很好，她在洛杉矶是我们的侨领，我问了张阿姨，我经常在他们家，他们家最好看的一幅照片挂在厅里最中间，就是张治中站中间，然后毛泽东、周恩来、马歇尔什么朱德，因为他去延安，然后大家去，因为他作为国方的最高代表，停战代表团，所以他站中间照相，然后我当我军的最高领导站2边，然后他后来又是国共谈判代表团团长，大家在建国大业啊什么都看到电影里拍到张治中将军代表国民党方面是首席代表，然后我方首席代表是周恩来，所以他是跟周平级的，这个不管在停战小组里还是在谈判代表团里。那最后我们是用了很多方法把他留下来了吧。其实最重要的是，据张素九女士跟我讲，张治中将军最后是在奉化跟蒋谈了1天1夜，所以最终他能留下来。而且我党地下组织把张素九女士，当时她已经是上了小学还是初中，以及张治中家人从南京国民党的首都秘密护送到机场，还有一架飞机起飞到了北平。然后最后他还给我讲了这过程，很有意思。然后最后当张治中将军跟周恩来讲说，我不能不回去，说我得回去复命，而且我家人在那儿。周总理说你家人已经都接到北京来了。于是张治中将军就留下了。留下当然了，也有可能是跟蒋有一些默契，就是说还是要留一个人，毕竟都是中国人嘛，留一个亲信在这儿，随时跟这边还能有交通、有交流吧，有沟通吧。所以张治中将军作为留下的最高的这个国防的人员，以及比他资历还要深的程潜在北伐的时候是军长，北伐一共7个军，蒋只是第1军军长，程潜当时已经是第6军吧的军长，然后所以程潜怎么平险，张治中怎么平险？据张治中家人跟我讲，就是张阿姨跟我讲，
当然我没有看到任何史料啊，说曾经问过张治中说要不要给一个元帅，啊，张治中当然他说每一个家人都说过这种话，就像粟裕大将家人也这样认为，啊，说坚决拒绝了。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这3位都是，在国军里叫独当一面的总指挥大员，就是东北剿总司令是卫立煌，后来也回来了，啊，是被这个咱们这新浪的前董事长汪岩的爷爷汪德昭再策反回来的卫立煌，因为卫立煌、汪德昭和我们清华的前校长，我们也是最热爱的一位老校长的梅贻琦梅校长，他们3个是联军，分别娶了某一个大家族的三姐妹花，所以这个汪德昭先生作为声学泰斗，当然是科学家，但是他也去说服了卫立煌这个回来。那卫立煌作为东北剿总总司令，这个张治中作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这个的长官，傅作义作为华北剿总司令，实际上全国一共就分了这么4个大区、5个大区这样，所以他们都是国军最高级将领。啊，这些人怎么给军衔，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后来就我们自己率先说，那我们没有现职军职的邓小平，啊，如果邓小平评元帅，他应该排第7，因为他当时在中央军委里是排第8。那如果是没有毛泽东的话，他就应该排第7。所以坊间讹传说粟裕曾经排过元帅第7，其实是不对的。排元帅第7的是邓小平，粟裕是排不到元帅第7的。这个邓小平自己也不评，啊，周恩来也不评，于是大家对等的就是说，包括李先念这些大将都不评了，啊，对等就是说能评到元帅大将级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或者有的像张治中其实不能算起义了，就留下来了吧，啊，那就都不评了。所以最后在元帅大将里都没有国军的起义将领，那上将里有3个。啊，中将就更多了啊，大批的这个包括起义的军长们等等的中将有一大批，包括占领南京的，大家看到那纪录片，哇，冲进南京总统府，举起红旗，那其实就是在几个月前刚起义的国军的这个一个军在济南起义的，然后也不是怎么他们那么幸福，渡江战役我军那么多光荣的红军老部队都没冲进总统府，结果国军刚刚起义了几个月的这个叫35军，结果正好他们赶上巧了，冲进了总统府，降下了那个青天白日旗，升起了红色军旗，争得了这个荣誉。那么多红军老部队渡江100万大军都没争取，所以在国民党起义的中将少将里是一大片，就不细说了。啊，有关这个建国授权的这个事情，其实要讲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啊，分了3集讲，就先讲到这儿。这个希望大家对我军的缔造、我军的成长、我军的严格、我军的山头都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认识。